直播班了，因为今年的任务特别重啊。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之前至少是一年，甚至一年出至少一本啊，有时候最高的时候一年出得到2本，这个真干画名山的这个画册哈。现在我们3年多时间了哈，我才将近4年时间了，才出了1本。所以说出版社也是有压力的，他也是一直给我压力，问我为什么一直，因为我出去写不了生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去画。如果是只是靠网上搜一些图片或者怎么样啊，你没有概念。特别是这次我到了这个武当山写生以后哈，然后那真的是我之前在网上搜了很多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它只是因为这些搞摄影的能够传到网上的，他们都不是以我们彩墨山水画的这个眼光去照相，是吧？他们都是为了突出建筑，因为到武当山嘛，肯定是庙宇啊或者什么的建筑啊。然后我们是要大场面啊。你看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武当山以后，这明显感觉到去了以后，跟着才1-2个星期吧，这就画了好多张画，是吧？今天我刚刚还发了一张，昨天晚上我画的那个武当山，它不是有个索道嘛？金顶旁边有个索道，我画的索道附近的，一个画了一些瀑布云啊，整个的那个构成哈。当然我们这里还说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等于说那天我没看到瀑布云，它那里就没有瀑布云，是吧？在特定的时间有特定的这个，说不定就有瀑布云出现，是吧？然后我们画了瀑布云，画了这些很多。由于呢这些都是要出画册的，所以有人在给我留言说的，郑老师啊，是不是把全图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也好临摹？我说现在还不行啊，现在由于我是要出画册的现在我要是把全图就放出来的话，我还没有画册出来呢。对，我年底还没出画册，结果已经全网满天飞的这个画了，所以说这一点请大家理解一下哈。好，今天我们画哪一张呢？给大家临摹一张，这个我们真刚新版的画树木的大家因为这本画册我相信基本上大家手上都有了。为什么我要用这些画册来？就是大家手上都有这个画册的话，那你在画的过程中，第一可以结合到这个画册，然后再结合到视频，再结合这个来画画来，你们会就是更容易去学习，是吧？所以说我就是用的是这一本这本第35页这一张这张也是灌输了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些概念这是一些理念。什么理念呢？就是我们不要用太多的一些元素，像这张画大家看就是前面一个山坡，很快就可以完成，是吧？很快就可以完成，然后几棵树，然后有些房子，是吧？透过这个树和房子，然后有个木桥，然后后面这个一条河流，很简单的一个构图，不太多的元素，但是通过这个通过这个组合它也是一张很唯美的一张画。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画这一张你们如果手上有这本画册的来，然后就翻到35页翻到35页，我画到哪里你心里有个数当然，如果说有些学员说了，这个画册我不知道有这本画册我们都可以下来联系向老师我们手上都有这个画册你看我现在呢也在这上面就稍微勾了一下。我一直给大家说我们画画这个定位非常重要什么叫定位呢？就是这里面首先你比如说我这里一块石头，是吧？好，我就直接用铅笔画了一块石头，最多把它的大轮廓画出来。比如这是一根线条，这是一根线条，是吧？就够了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些称法或者怎么样
这个就是要注意哈。好，然后要画树的时候，把这个树这个高度它这个高度大概定位也是定位很重要。有些学员呢，在画这个的时候，如果他定位不重要，他一来就把这个石头画的这么大，是吧？然后这个树一下到顶了，好了，后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说了也不行。或者是有时候他一来把这个石头画的很小，把这个树指到这里，那后面呢有太多的空间，他也不好说了。所以说你们在临摹画的时候，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哈。有点卡的话，肯定是你的手机，你是不知道是用手机看的还是用什么看的哈。这个可以姜老师给他们解释一下。如果手机卡的话，您定期的清理你手机的话，微信里面的缓存点击设置，点击通用进入微信存储空间去清理一下缓存。然后电脑的话，那你就要看一下你的网络问题因为我们是用的高清画面，像我们最近好多老师报班的都说老师的画面特别高清，讲课都不藏着掖着这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看清楚老师的调色用笔。我们现在把这个笔先用水泡一下，泡了以后，你看直接在这个胶墨里面，由于是这个只是一张40斗方，没有太多的这个墨色这些太多的这个墨色所以我们在蘸墨的时候呢，就相对而言就少一点。如果我是一张6尺的，我有可能蘸1笔、蘸2笔、蘸3笔，这里就有好多的墨。然后我们把这个墨画好，它为什么它要调这个一点颜色进去，调珠标进去。但是这里一定要记住，就是你调了珠标，你不一定非要能看得出来，这里是有珠标色，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加了这个珠标色，它是矿物质颜料加了以后，你在画线条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非常的这线条就可以非常的利索不至于说一画到上面画就晕开了或者怎么样这些好，你看我们这个是很简单的首先第一，有这么一块石头，大家肯定看到了，是吧？这里一块石头，但是这块石头如果就这么上来的话，它肯定不好看，所以说我在这里加了一根线条，这根线条一加，就把这个石头分成了这个面和这个面2个面。我们首先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先画这个下面这个，先画下面这个石头。我刚刚在群里看到有位老师说自己登录不了，要获取个人信息。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这个课程是可以永久回看的，但是它会不定期的，就是说它记录您的微信号，它只是一个时间，可能是几天，有可能的话更长一点。当出现要获取个人信息的时候，您只要点右下角的使用完整服务，点击一下你就登录上去就可以观看了这有很多学员的话一下子遇到这种情况，说不是说永久回看了吗？怎么就需要购买了？那是因为你没有登录大家只要点击使用完整服务，点击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在画这一山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在画这个山石的时候，这里的就你看1座山、2块山、3块山上来以后我是有疏密关系的。有好多学员在画这一块的时候，他画的是没有什么疏密关系。这个他有时候画的时候呢，就会1个、2个、3个堆上去的话，这就看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里这里比较粗一点，这里比较细一点这线条密，这个地方块面小一点，这块面大一点，是吧？就是有这个要注意这种关系然后好，你比方说我现在这里过来，我就不要这条线一直这么过来了，是吧？它就平了。说白了，这么画了以后，
来看，我把整个这前面要宽一点，这下面要怎么样呢？要窄一点，它就是角度不一样的话哈，这出来的这种效果它就不一样。好，这里面再去分一些细小的变化。另外就是利用局部，你看，利用局部去这个线条画出来的线条侧锋基本上就属于是八面来锋，主要还是为了怎么样呢？为了把这个30画的更加的变化，有变化。画了以后，如果觉得鼻上水分没有了，没关系，直接蘸点水，蘸点开始你调的墨。为什么我要调蛮多的墨呢？就这个原因。好，把这个画了以后，我要再画下面这个的时候你看我们又这样子，这个宽，它又直接又宽一点，又是这里窄，这里宽了，一下子它们这里就产生变化，是吧？好，整个这一块。整个这一块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比它要深一点，块面要大一点的。所以说我们这里，你看明显我在蘸这个水分的时候明显我在蘸水分的块面上，就明显比怎么样呢？比这个地方要多为什么？这就是属于是让它需要它深的地方。我的画面呢，特别讲究的就是点线面的组合像这些地方就属于块面，是吧？就属于块面。把这一块画完以后，我们这里大家肯定还觉得，这里这个山怎么样？其实这都是这个后面逐步就要虚开了。你比方说怎么虚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一块，你看我就把它的延伸过来了，延伸过来。再往下面走的时候好多学员你叫他画这个实，他画的很好；你叫他画后面的虚他画的非常不好怎么样能画后面的虚呢？大家看我们同样还是这个笔，同样也是打扁了，是吧？在画的时候，我侧逆锋推上去，这个时候大家看我手上。我在画这些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一根很完整的线条？你看，你又感觉到里面好像有块面的分割，是吧？但是它又明显你感觉不到一根完整的线条，它跟它比起来，那它就是实，它就是怎么样呢？它就是虚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虚实变化虚实变化。再往后面走的话，我们一会儿这里要加颜色但是先这个把这里延伸一下。
来把后面这一块延伸一下，像这边像一个平台一样的，是吧？好，这个时候我们加的颜色。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墨还很多，那我也不要去怎么样哈。现在鼻上我们还有一些墨，我就直接蘸猪标，蘸胭脂、藤黄。哎，你看，这上面这个呢，就是偏什么呀？偏赭石色的，就是偏猪标、偏红色的一些这个线条。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加了胭脂猪标和藤黄。加好以后，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哎，怎么样把它就是它们和这后面的这个要怎么样联系起来？比方说我们怎么联系哈？你看这里的笔法跟开始下面的笔法，它都还有很多相同之处，是吧？他们就把很好的就把它连起来。在连的过程中，哎，我们这里要转锋了。水分少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点。主要是要干什么呢？主要是把每一根线条与线条之间，它们这些衔接要衔接好啊。比如说，哎，这个线条过去以后，它跟这边要产生关系，是吧？好，这边过来以后，它要跟这边的线条又产生关系啊，相互之间产生关系，石头与石头之间啊，这就协调了。我这里还先别忙着画上去，因为什么样呢？我这个树干上来以后，这个30还要再宽一点，我可以把这里先画了，这里先画掉。这种比较细致的地方啊，那就要注意，就利用局部的笔毫，或者是侧锋去撑出它的一些面。现在老师画山石是用的大石欢笔，作为我们基础班的，大家一般的话都是买的中石欢笔用的4支的初学者的专用套笔，然后您就画山石的时候，您就用中石欢笔画可以当然有一些基础比较好的，您直接买的5支专用笔的话，那你也可以用大石欢笔去画。有时候啊，它这种通过笔锋的转动啊，一笔下来，它的这个出来这种效果就出来了。
好，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又开始这个比较焦的墨，因为我们这里还是要把它怎么样收起来，怎么样的把它收起来哈？大家看。就不要它这里到处都是花的。我们给大家说了，我们画画呢特别要讲究，就是什么？就是点线面的组合。好，然后这个上面我故意把它留下来的。我们因为这里要画树，这个树呢有些树根，先画了以后，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山石把它接起来。再画完以后，有些地方啊，你觉得，比方说就觉得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以后，哎，有些地方需要撑多一点的地方，就不要它太亮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笔把它擦一下。你看，通过这个笔把它擦一下，这么一擦，是不是把那个山石的立体感啊这些就擦得更明显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换一支笔，用我们的中式花，这里我们就调点墨，一样的把这个笔先泡一下。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笔根、笔尖啊都把它泡润了啊，不要有时候这个笔它还比较干，你只在笔尖上弄点水，它里面水分还是少，这出来的效果呢肯定就会容易使这个笔分叉。好，把这里画好以后哈，这个就开始我们画这个树杆。树杆的话，这个树杆在我们画册上，哎，这个画面上哈还是比较粗的。所以你看，我首先来一笔，首先在画这个树的时候，大家看哈，我们特别强调作品是怎样去完成的，感受了一下之后，你然后再回头从第一课、第二课去回看老师的这个网络班课程是循序渐进的，是一个系统的授课，从基础的技法到完整的作品的一个课稿。这样有课稿的话，方便您去临摹这个每节课的一个作业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另外如果有课程链接，如果说一下不小心删掉了，或者是没有保存好的找不到了的话，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再给您把链接发一下就可以了。好，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下面这里呢，这个树杆啊，这个树根这些哈，哎，它就要很好的和这个山石把它，你看把它画到山石里面，是吧？画到山石里面，然后画完以后，你再去把这个山石，是吧？再画出来，再高于它，
从它后面穿过去，这样子这个树基本上它就和这个山石很好的就衔接到一起去了。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接着往上画。再往顶上的话，就不要这么清晰的树干了。差不多画了这个树的大的位置哈，我就根据这个情况，在大的位置上就很好去解决它。出入也不要太多，你可以适当的高一点，也可以适当低一点，就不至于说我没有铅笔稿的话，画着画着是找不到北了。呀，本来只要这么高的，是吧？这个圈这个树的外形，结果你一下画到这么高去了，这样子的话，你这个画面上这些就不好控制。有时候你想画一些后面的一些东西呢，就由于你没有控制好它的比例问题。你看，一般来说，像这么大的树我会怎么样呢？我会给它分开一下，中间它就是被什么？被这个树叶挡住了。我现在在调整树枝，调整树枝其实就是调整树形。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树叶都是长在树枝上的。好，基本上大家看这个树形就出来了。这个树也不要画太大，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它这个稍微下来一点，因为一会儿，因为它这里如果是太大的话，后面的两边都有东西，后面不好控制。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拿一支，再调点颜色。首先我们也是用水把这个笔泡了一下，加了一点山绿，然后调好以后，刮笔刮了。盘子里稍微压一下，把笔压一下，主要是把它压什么呢？把笔给它压开。首先一般我在画的时候，我首先是先画什么？就是画它们这个树叶，把它挡住了这一块。你看这里树叶很茂密，也很亮。
这个时候树叶就不要去点的一下点的，可以去点一片哈。你看，我们点这个树叶都是什么样呢？都是点到这个树枝上的，就是我们说了，树叶都是长在这个树枝上的。你不要点着点着跑到那边去了，是吧？那就不行。你根据这个树枝的形状来调整这个树叶的宽度。你看，我把这个一画了以后哈，就把它们分成两块。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中间点的稍微深一点，你看这里一点深，这里马上就出来了。好，趁着这个鼻上又把它延伸下去，啊，这里水分要稍微少一点。好多学员都点这个哈，点了以后呢，他就不管了，你就感觉好像这个和这个是两棵树，但其实你看他们在点了以后哈，这里是分开了，这里把它又怎么样呢？又连起来了。你会感觉到这个树啊，就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吧？又把它连起来了。因为我一直跟他说，我们画画其实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你把画面的各种关系哈都处理得很好了，那你基本上这个画面你就看着就舒服了。这个关系是各种关系，你看，就其实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树枝跟树叶的关系，然后前面这个树枝跟前面的后面这个树枝的关系，是吧？这各种关系，就他们这一棵里面都有好多关系。现在就开始就怎么样呢？就稍微调整一下，画了以后，哎，调整一下这个树的形状，哪里还不舒服，哪里还需要它，哎，下去点，是吧？我们把这里画完以后，好，我们将就这个点字笔。将就这个点字笔，把这里还有一些重数先把它点了。在点的时候，你看我这里就这个重数就比较大。那我们在点的过程中，你看我鼻上的水分啊就会很多，这几点都是非常深的。但是把这几点画好以后，哎，这个鼻上它基本上水分就逐步就干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上点，大家就会看到，很自然的就由浓到虚的这么一个过程。至于下面啊，基本上你看我们就可以，下面就通过这个就已经就把它很深了，正好把这个石头把它衬出来。
我把这个地方多加一棵树，画册上呢这里是一棵树，哎，我把这里把它稍微分了一下层，多加一棵树。多加一棵树呢，它这个就感觉到还更有疏密关系。好像这一块。你看这一块它的深啊，它就把它们这两棵树就分开了，是吧？分开了。这时候我们拿这个笔，稍微这里有点那个起来的话，哎，稍微把它分一下。你看我这种画法，我一直都跟大家说哈，就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一种画法，但是呢，因为我们画画嘛，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去画你想用的各种技法都可以。什么叫违背自然规律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生活中不管是什么情况，都是树啊，都是先有树枝，是吧？它才会长树叶。但是我们是怎么画的？大家看，是先把树叶画好，点好了以后，哎，再长树枝，是吧？再长的树枝。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然后呢，就说大的感觉画好，然后就用小笔你看，把这个树枝的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它又像是点子，又像是树枝，这种感觉，把它表现出来。这样子的话，就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就让这个点子跟这个树枝啊很融洽的。要不的话，就这种很生硬的这个树枝和点子，这么把它在一起的话，你会明显感觉到它们是脱节的，不舒服，看着。把有些点子觉得不是太舒服的，哎，把它稍微点一下。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你看把这些啊靠近这个边缘的，都要稍微擦一下。这么一擦，它主要是把这个树感这些更好的就把它表现出来了，是吧？把这个画好以后，这后面啊就还有一些这个树呢蛮高的，因为突然也只有这么一棵树，你会觉得太
太孤独，是吧？要给这个树啊找些好朋友。这个树，它跟开始那个树呢还不一样。这个树呢，它比较不要这么多的树叶，而且你看它画的时候。到后面就把它虚了，虚的目的，是为了正好把下面这个树把它怎么样呢？衬出来，正好把它衬出来。我们把它主干画完了以后，这种这种细小的这些小枝很简单。是吧？这些小枝很简单，把它画了以后，就全靠我们这个穿插。像我们这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学会临摹画的时候啊，先看懂了，这个时候你根本不要考虑，哦呦，我还要画一笔看一笔，这个画册啊这样子临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会一味追求的就是怎么样临像，但是在它的神识上哈就不是太好。因为我在画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时候我更不要去考虑，它这个是完全根据这个树的一些变化。是吧？根据这棵树的一些变化来画，然后画完以后，甚至可以将就这个，将就这个就是中式欢，去调整它啊，去调整它这个，把这个树叶呀把它给画完。但在画的时候，我们用墨啊，都是开始我们调的那个墨哈比较深的。这里为什么不用点子笔呢？就是说我们用这个点子笔，3支的点子笔笔头呢，这个是比较大。比较大的话，有时在点的时候你不好控制。你看我们在点的时候，这个墨色呀，点字的墨色跟这个树枝的墨色它是一样的。所以说在点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做到，我觉得这个树枝不错，我要保留下来。另外我又觉得这个树枝不行，那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点子，通过这个点子啊，把它全部给压下来。
留出来的都是觉得比较好看的这个树。通过这个深度，通过这个深度，我们把这个树啊，把它再衬它一下。好，为什么不往上画呢？因为我这里还有一棵，这里还有一些树哈，我们就可以调点颜色。这上面的颜色，你看就明显就要淡一点了，就在这边。直接那我们画这个树后面的树干都明显都比这个前面这个树干呢就要画的简单多了，是吧？啊，简单多了。然后呢，用小笔，因为它后面的树枝啊都比较细。把这个画好以后，好，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这里面的树干，再画一根实心的，这个很重要哈。你看，再稍微画上几根，你就会觉得这里面啊很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是吧？包括我这个小的这里面。这个有时候画完以后，把这些树统一的，基本上画完了再点是最好的，因为才知道大概它是个在什么位置上啊，这些后面树形稍微再处理一下。
这个画了以后，我们可以后面的这个后面，因为它是块面比较大，还是可以直接用点字笔。这样开始我们调整颜色了，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点山绿色。你看，加点山绿色，然后一般调好刮笔刮好了以后，你拿这个笔啊，在盘子里揉一下，一揉就稍微揉开了。这个时候轻轻点，是吧？轻轻点，还是一样的。这个树枝，你看它哪里突出，我这里就哪里就点的多一点。好，基本上大家看就把整个前面这几棵比较大的树啊，这些都基本上就画好了。好，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以后，然后下一个课时的话，就基本上就完善后面的一些，比方说房子啊、桥啊，是吧？这里还有一些稍微小一点的这个瀑布啊，后面下面是比较静止的水，现在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时间啊，大家这会儿。我们现在准备开始画哈，那么首先我们称好这里这个树画了以后，然后房子啊就衬出来了。我们把房子画一下，先调点这个颜色。大家看哈，我现在调这个颜色，就都是在这个什么，它的基础上，在之前有颜色的基础上，因为这6种颜色哈，你一定要学会灵活的用颜色。你比如什么叫灵活的用颜色呢？就是说我平常你看，我需要这里有些都比较深的颜色，但是我如果在这里面，你比方说我加这个胭脂是吧？马上胭脂就占强了，我加山绿，马上山绿就这个了。你要学会去用，或者是我再加点。自己觉得调到你想要的颜色就可以了。调局部的哈，不是全盘哈，因为画瓦片的话，其实用不了多少。我们弄好以后，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看哈，正好我们这个位置上，大家看我都画了一些这个印子哈，用铅笔画了一些印子，我们就可以
个水比较多，水比较多的话，画的线条有点晕开，有点晕开，我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点这个。呀，首先把这画了以后，好，我们这个瓦，大家看我在画这个瓦槽的时候哈，这里面有大有小，是吧？有些宽一点，有些窄一点。好，每一批这个瓦呢都要送到位。在画的时候也是要有疏密关系啊。你看我们这里，比方说，这里可以把它画的密一点，好，然后这个地方你看就宽一点了，是吧？好，跟着又密一点，它就这样子，要有疏密关系。利用这个瓦，它的浓度，我们可以把这个树啊，你要把它稍微衬一下，这个树就衬出来了。这也是我们常给大家说的，画画就是在怎么样来处理各种关系，就把各种关系给它处理的自然协调，这就好了。我们在画这个线条啊的时候，一定是要怎么样呢？要肯定每一笔都是非常肯定的，而且你看这里有些地方宽，非常宽，有些地方呢，像这里又非常窄，你看这个就很窄，这里很宽，是吧？它就要有这种，就画画毕竟不是造房子，毕竟不是现实中造房子哈，如果现实中造房子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一样宽，放瓦片，一批瓦挨着一批瓦，也不要疏密关系了，就让它中规中矩的，让这个不漏雨为原则。但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啊，就不管它这个漏不漏雨了啊，只要在这个表达的手法上，让它有变化。是吧？你看我们这么一画，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后边后面的线条就明显没有前面这个房子的线条这么粗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它是有一个近大远小的这么一个比例，越到后面它线条越是这样子的哈，而且你看我到后面这里都画的比较什么？比较稀。好，画完以后，一般我画完以后会马上将就这个笔压在这个瓦面上稍微擦一下，主要就是擦的，让它整个的感觉它是有浓淡关系呀这些。把这个画好以后，然后一层一层往后推，我们有画册的可以看着哈，可以看着一层一层往后推。
这后面就不一定是瓦了。画册上没有安排这个，没有安排炊烟，因为当时他们都到外面去了。今天我们这里有可能会安排一个炊烟，是吧？好，然后如果觉得这里太平了，那我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加一个房子，加个简单的房子，是吧？把它画好以后，好，我们摸一下什么呢？就是主要是看看它这个干度。如果是觉得还有点湿，我可以把这个位置上的这个稍微再往前走一点。我们需要这个树啊，把这个房子多挡一挡，不要全部露出来了，这是画面上就经常给大家说的，中国画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要长啊。可能如果是把它延伸出来的话，那肯定这里的还是要把这个树枝，是吧？再画一根主要的树枝过来。把这里一加，上面的就差不多了。上面这个大家看我画的时候哈，是比较淡的墨哈，比较淡的墨。然后下面这里我们就直接调焦墨，这就还是比较深的墨了。啊，你比方说我这里。我们也跟老师说，今天有人煮饭了。今天可能老师这个画的是一个农庄，正好到晚上，有客人来订餐了啊，安排了人煮饭。大家看哈，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的笔，画瓦的这个笔啊，是非常的就是这个颜色是很浅一点的，但是这里面基本上就比较深，一定要把这根线啊，就是开始这个瓦上这根线要把它留下来。就要靠什么呢？就要靠这些比较深的这些墨色。其实你看，其实就很简单，这里就把它直接压下来。这个是农村里啊特别多，有时候它那个墙面少一块，我直接就干什么呢？弄点席纸啊。不知道你们知道席纸吗？就是说我们竹席
当墙面，现在都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就是一个块面，把它压下来，哎，你看我这么一画，这里面有好多的木条，是吧？哎，又有些竹席，是吧？又有这些，它出来这种感觉上呢，就比较有生活味儿啊，有生活味儿。把这个画了以后，这个这是一条蛮高的，你看这两个柱子，这因为为什么这么高呢？哦，这里是它的是2层楼。可能这家人也刚好干了什么事儿，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其实，如果大家所在的地区正好有这种老房子的话，可以拍一点图片发到群里，因为我们群里可能很多老师的话，基本上都在城市里面，看不到这种老房子，所以在画的时候啊，就是没有看到的话，就画的时候有点难度。然后，如果是说有现实中见过这种房子，去观察了，能加深印象画的话，应该会更好一点。你看正好，这或者是剪了瓦，或者是用了楼梯。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不会把楼梯这么放在外面哈，肯定是刚好做了事儿。你看这里还有一个上楼的楼梯。这些都很简单，不要画的太复杂，有点感觉就是了。这个墙面，它是一个有好几个转角，所以你看它都转过来转过去的感觉。因为它是后面这些了，我就把它画的都非常的虚，几笔就很虚的，几笔就搞定了。把它画了以后，这个墙面这里还要转进去。这里还转进去，是吧？这个转进去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些横的柱子，横的这些柱子啊，好，或者现在画了以后，直接开始用的笔是比较尖的哈。我们同样一支笔，现在这支笔呢，就是跟它相同的一支笔，但是这支笔用了很久了，
它就已经比较凸了。来，稍微擦一下，擦一下，你也可以在上面，因为这个是个过道，就弄3个窗子，是吧？好，然后也可以上来以后，哎，这里有道门儿，这还有一个窗子转角。屋檐下都让它深一点。好，这边你看我画门都很简单哈，都是稍微一个长方形，上面实，下面虚啊，这些。至于这下面了，就是我们都把它画的很简单了。一会儿我这个是下面的。呀，我们把这里一画，是不是这里它就显得特别的怎么样呢？特别的这个，把它画了以后，哎，有些地方再用淡墨把它照一下。立体感是不是就出来了？是吧？把这个画好以后，后面的其实就很简单了。后面呢就稍微，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房子啊。哎，你后面的这些，也可以把它画成2层楼的。你看，到最后。用它的阴影部分把它衬出来，这里是平常大家可能看哇，画个房子好复杂，其实今天你们看这房子复不复杂？其实真不复杂，是吧？在画的时候这些只要注意它的一个前后层次，这些就可以了。把这个画好以后，后面稍微点一点这些远处的树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加点颜色。我们山绿，加点藤黄，颜色就比较浅了。刚刚说了，把这个地方
吧？然后前几课都是1层房子，慢慢的就住2层房子。老师应该这个现在画的应该是一个客栈啊，能住100多人的这个客栈啊。老师经常带大家去写生啊，到一些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啊，就是找这类型的客栈居住啊，山清水秀的，又有美景看。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做饭了。这个要做饭，肯定就最好是这个环保一点的烟纸，是吧？你就不要冒黑烟，是吧？只要是这个冒白的烟的话，那就必须要用这个树啊，要用这些把它衬出来。今天我们这样画，说还是说简单，是很简单，但是呢，3个小时还是有点悬。我其实都在从刚好上课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都一直在加快速度在画。因为画树比较慢，画房子也慢，还有水也是比对啊，一较慢的。会儿还有水，还有桥。哎，大家，我们现在就稍微的把它衬一下，是吧？这个炊烟就出来了。衬一下以后，弄点清水。可能大家没看到老师画炊烟，以为炊烟是画出来的啊。今天看了之后才知道，炊烟是蹭出来的，并不是画出来的。一会儿一做色以后，马上你就会觉得，哎，这个炊烟就出来了，是吧？你要把这个画好以后，这个房子啊这些，现在房子跟这个树啊这些还比较那个啥哈，看到好像还没有分开。一会儿树一加颜色，自然就出来了哈。好，我们现在把这边还有一个我画面上经常出现的一些场景哈，什么场景呢？你看，这么大一个房子是吧？哎，下来这个地方啊，它再画了这么一个稍微淡一点，我们再加点颜色。以色墨为主，朱标、山绿、橙黄，稍微淡一点。它这里比较实，就这边比较实，那我这边啊就画的比较虚一点。哎，就以虚为主，不管我再怎么擦，怎么弄它，它都不要去抢
不要去抢这个前面哈。好，把这里画好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呢？会在这个位置上加这么一个一条路走上去，走上去以后，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前面稍微加一块石头也可以。你看这块石头，大家看哈，就是很简单的一块石头，就是说基本上是以什么？是以面为主，是以面为主。把这里画好，轻轻的，好，再往前面走的话，好，我们这可以确实就有一个。上次我们，是我们这个班吗？不是吧？画了一个，你看，首先把它画个脑袋，好像上次是我们这个提高班的哈。对，提高班画的。你看，村姑。大家看，哎，这是什么东西？蝌蚪肯定不是，是一个头，一个大辫子，是吧？把这个画好以后，然后很简单，你看我们它正好这个还端着盆子，虽然有点危险，边洗衣服还带着孩子，但是没有办法啊，是吧？这就一个小孩，如果我们那个人，我们可以直接先把这个先画出来，直接蘸点红色，是吧？这孩子也撑手拉着妈妈。画册上呢，它是用的是白色哈，我们可以加点黄衣服吧。加点黄衣服。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后面这里还是要加一点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墨开始都已经就调好的哈，就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座桥啊。虽然今天这个瀑布不大哈，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小瀑布。正好用桥上的这个边缘的石头，把这个树把它稍微衬一下，这就是有机的，把它们结合起来。哎，你看，正好就可以用这个石头，你看把这一点树把它衬出来，衬出来以后，
你看这个石头安排就是安排在什么呀？靠近这边这个石头上，就把它们这块大，这块大，这块小，是吧？然后它这个水流下来以后，我们这里还有一层一层的感觉。是吧？现在水就流下来了，流下来，这里简单的画一个小桥。来，简单的画了一个小桥，画的时候，画了以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在画桥的时候，像这个桥面和这个桥的扶手的话哈，不要把它画的太长了或者太高，因为这已经很小了。我们一般这个扶手是人呐，差不多在人的腰部，是吧？在人的腰部，所以说我们就不能把这个画的太高。你看，现在这个桥的非常简单，把这边画好以后。后面这个要稍微深一点，这样子才能把它的层次啊把它画出来。看，今天我们这个桥呢，都比较简单，是吧？比较简单，因为它不是主角。把这个桥画出来以后，好，在这个中间段呢，这里都还有一点这个小瀑布，这个小瀑布也是一样的啊。比较简单，就这个就不能画的太复杂，水分还有点多，在这地方去擦，像这些就水分一定要很少。用小笔吧。最好画的感觉就是你看，就这样子，上面比较深，下面比较虚，哎，然后还要注意，像这些都属于水分多了，
就是上下都差不多，这个时候把它稍微再往下延伸一下。画很小的话，有时候那真的就是要小鼻啊，才好控制。要有些地方宽，有些地方窄。后面就差不多就虚下来，跟这边连接，是吧？跟这边去连接了。这个时候我们调点水的颜色，当然这个水呢，今天也是很简单的哈，今天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就直接。你看，用太极蓝、山绿、橙黄、白色一点点，很淡。调好以后，把笔在盘子里扭一扭，啊，这个画水达到画水这个效果。扭一扭以后，稍微。稍微衬，稍微把它抖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以后，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地方落差就更小了。有时候这个画了一下，哎，笔锋你可以在旁边簪子上啊，稍微把笔锋调一下。当然也可以，有时候也可以在边画边在这个什么纸上调，纸上如果不好调，可以在。是吧？我们你看，把这个一调一画以后，好，我们这个下面有一些小的水花。
这个水很近，所以说呢，哎，它可以，你看有蛮大的倒影。把这一条画了以后啊，大家要注意哈，如果就画成这样，基本上这个就很难看，是吧？你看，我首先把这个画了以后，然后逐步的往下，是吧？逐步往下，这么出来，感觉上就可以了。把它画好以后，哎，有些地方啊还可以再拖出来一下。啊，还有一点地方没有画，哪里来？这个水这么大的水冲下来，哎，它会有一些，哎，它会有一些这个水源源不断的冲过来。哎，逐步的跟上面虚上。再看，基本上呢，这个就成型了哈。基本上成型了，我们现在还有一点这个休息时间的话，这也是把它画的很简单，基本上一高一矮，这个也不要把它画的太厚重，因为要透过它看到后面的一些树，后面的一些水。哎，你看后面是透气的，是吧？至于这个下面啊，让它模糊一点，让它模糊一点。这些都是让它虚的，到时在做色的时候、染色的时候把它一染就可以了。我把这下面这点树把它画完，画完我们就可以第二堂课就可以休息。这个树哈，大家看哈，前面的树，可以拿着小笔
因为前面这个水啊，不能让它全部暴露啊，所以说你看我们就得调胶沫，用小笔也可以，中石灰也行。当然，你这里要考虑什么问题呢？要考虑就是说，第一要给上面留空间，说不要这个树啊呼一下画这么高，是吧？好，第二呢，要通过这个树，把这个水面控制一下，不要水面太大。调整树枝就是调整树形。来，我把它画了以后，有些地方就可以通过点台，是吧？然后调整一下树枝，把这个画面啊，让它更加的厚重。这点完了以后，好，我们就用点字笔，也是蘸胶沫。因为前面基本上都是比较深的墨，这也是要注意透气。就不要把这些透气的地方啊，这个全部点了。树的形状你可以根据它的画面的需要，哪些地方我觉得不要它太清晰。好，基本上把这里一画以后，整个画面基本上它的构图就出来了，是吧？构图就出来了。我们到时候呢，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就说是吹干一下，用干染的形式把它给画出来，是吧？至于后面的活流啊，后面的这些啊，到时候用什么形式呢？用那个干染完了以后，用淡的颜色直接画出来。来，我们照张相。好，我们休息一下哈。现在给大家默稿拍张照啊！现在是4:03，我们课间休息一下10分钟。加1笔水。
好，将近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水中的石头啊，或者岸边这些稍微染一下。在染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笔上的水分不要太多。这个好久没有互动，是不是又开始不行？退出重看一下来。没，这是应该是在什么留言？大家发个言试一下呢，是不是都睡着了？啊，真的都睡着了。我们现在在认真听课的老师，没睡着的老师啊，在我们评论区扣一个666。哎呀，没睡的还挺多，老师都以为大家睡着了。我看你们不发言，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都看到没有？主要老师讲课啊，大家听得太认真，没有去互动，老师以为是互动区留言太多，又发不出来了。啊，大家都在认真看。你看哈，我们染水分4个步骤，现在是完成了第3个步骤。对，今天的这个4尺斗方作品会完成啊。今天肯定会加一点糖。你看，我们把这个石头一染，是不是明显你会感觉到那个明显感觉到水就出来了哈，水就凸出来了。我有可能会把远处稍微改变一下。我开始在休息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改变一下，效果会更好。看到大家评论区的666啊，老师也就知道大家在认真的去听课了。老师还以为讲的课大家听着听着睡着了。我们直播班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谁在认真听，谁没认真听，都能看得很清楚。直播班看不到吧？面授班能够看得到。面授班啊，面授班。但是我们网络直播班的话，每个人在家里用最舒服的姿势，每个人都是最佳位置。像这些就是稍微，到时候因为它很远了，也不是画面上最主要的位置，你就稍微的过一下，啊，这里像有点雾气产生。好，这个是第2层的颜色。你看我们，当然第2层还可以将就这个颜色，把这个树啊，这个颜色就淡一点了，就把这个树用照染的形式。
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要注意透气啊，一定注意透气。你看我这几个染了以后，几个透气的地方一透，是不是显得这个树啊特别的用照染的形式？它也是要讲究一个怎么透气的。好，正好利用这个颜色啊，把这些树，把它很好的就衬出来了，这树干，是吧？就衬出来了。好，然后我们再调点颜色，大家看哈，我这个第二层颜色染了以后，这个盘子里呢又剩了一点颜色，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笔水，把笔根的颜色充分的把笔的颜色压出来以后，第三层颜色山绿加藤黄。可以适当加一点朱标。好，可以了。这个颜色又比我们第二层颜色又要亮很多。好，你看我们基本上把第三层染好，染好以后，你会感觉到，哎，第三层颜色染了以后啊，我们这个树，真正的树啊，就只剩了一个树冠了。是吧？就只剩了一个树冠，包括着后面这些，你都可以把它染一下。这后面就是环境色呀，这些哈，都可以染一下。我们把这个染了以后，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炊烟啊这里稍微强调一下，还是将就这个颜色。染这个炊烟一定要注意，在染的时候，一个是要把这个房子用这个绿色，因为四周都是树，用绿色把它照一下，都不要去考虑它们这个树怎么样了哈，整体的后面啊都是这个树啊这些。我们画炊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只是把它画成一根直直的上去。你看我在画的过程中，有意识的是让它对吧？有意识的是让它怎么样呢？就是让它弯一点，再斜过去，再画上面，到时候基本上这个就把第3层颜色染了以后，剩下来就不多了哈，剩下的我们就是染第4层颜色。第四层颜色，这盘子里还剩了一点颜色，我们先丢到边上。其实可以慢慢用完，但是今天怕耽误大家时间太多了老师染的时候，笔的话是蘸颜色啊，因为笔上的一笔颜色用完了，又再蘸一下。把笔要洗干净。这开始第3层颜色还剩了这么一点儿，然后由于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不把它用到那个画上了。我们可以第3层一定要亮一点的颜色，所以说再挤一点藤黄。用藤黄加白色，这个颜色稍微黄一点，是吧？它黄一点，我们可以画到这个位置上。大家看哈，染第4层颜色的时候，前面3层颜色都是一个色调，到第4层颜色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变化了，每棵树都不一样了。你看，像这棵稍微黄一点，是吧？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加点颜色，再加点什么朱标色。藤黄加朱标就是什么金黄色或者橘黄色，是吧？这个时候，这个是靠近房子最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这里把这个比较亮的颜色
把比较亮的颜色都用到这棵树上来。你看，把它染了以后，再把它逐步把这个颜色再照下来，跟第3层啊或第2层颜色都再重合一下，这样子这棵树基本上它就怎么样呢？它就很协调了，是吧？很厚重。把它画了以后，我们再往下面再调点颜色。哎，大家看，我又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加了一点什么？山绿。你看每一棵树的颜色都不一样，是吧？啊，都不一样。然后现在还剩一棵树，因为今天这个树呢并不是太多，啊，我们把这些房子啊都可以稍微照一下，和这个树的颜色融合一下，就不要突然一下子这房子就非常的亮啊，或者怎么样啊，它们跟整个环境色呀都要融为一体。到了第4棵树再加点颜色。第4棵树，大家看，我明显就加的比较深的颜色，用太青蓝加胭脂，加点藤黄，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比较深。让它跟周围这些颜色呀，哎，让它融为一体。融为一体。好，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树的颜色一做完以后哈，整个的就显得特别的润，是吧？感觉到这里特别的润。把这些都画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干什么？把房子稍微染一下。房子啊，这个染这个房子，你看这个笔开始是还有好多的墨在里面哈，不过还好，现在不要用太亮的颜色，所以说无所谓。首先，朱标，你看我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这个绿色调啊、蓝色调啊，我只需要朱标去跟它一混合，就是我要的这颜色。用什么？要调出赭墨色。赭墨色的话，它就是先染什么地方？先染屋檐下。记住哈，在染的时候，只是现在前面一点，只是染它的1/3就可以了。
你看把它染好以后，然后我们这里呢就要干什么呢？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就要把鼻呀洗干净一点。你看我们这里调藤黄。房子也是一层一层的往下推的，由深的颜色到亮一点的颜色，到最亮的颜色。啊，当然这个第一层颜色染了，第二层颜色都很简单。你看，稍微有点感觉，你看稍微有点感觉就可以了。好，到第三层，哦，这里还有一点。好，可以了。到第三层颜色，我们可以把这个把这个盘子弄干净一点。首先，白色加藤黄，你看这个藤黄一点点，白色多一点，别太多了，都多了一点，多一点我就再回来一点。这个时候大家看哈，我在染的时候就统一的，连上面带下面一起染。弄好以后，有些这个你看留白的这个瓦面啊，我就用珠标色直接罩一层，是吧？直接罩一层。这后面还有一个，哎，就通过它，你看把这个树啊这些又把它过渡一下，是吧？过渡一下，最后我们再调点颜色，调出那种灰色调，这里面又有珠标色，又有胭脂色，又有太青蓝，你看调出那种灰色调，这里面还有绿色呀，这些都把它用进去。用进去以后，然后干什么？就这个瓦片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些颜色都染了以后，就觉得瓦片跟这个下面还有点脱节了，怎么办呢？你看，我就调点复合色，就是灰色调，把这个瓦片稍微处理一下。
其实就是你看，就是在屋檐下和瓦片衔接的地方稍微染一下，真正流量的地方，这些地方都一定要留下来，是吧？把这些都弄好以后，可以适当的直接蘸一点珠标，在这个窗子顶上啊、门上啊，贴一些对联，是吧？哎，让整个的色调活跃一点，把这个调了以后，我们的这个桥树杆的话，就另外调点颜色，调点坐标，加藤黄。用勾染的形式，你看用勾染的形式，稍微几笔就把它勾出来了。你看，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哈，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后面的呀，我们这里调点颜色，把后面的这个就是水面稍微处理一下。后面这个水，我就说我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哎，我有一点儿别的想法。我们首先调一些比较淡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很淡。等一下，我把它放下来。现在虽然还有8分钟就下课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完成这幅4尺斗方的作品，所以耽搁大家一下时间。如果是说大家如果有事儿忙的，就可以先去忙后面的课程看回看都可以的啊，不着急的就在这个直播间停留一下，我们一起共同期待老师这幅作品的完成。你看，我们把它画了以后，哎，往后面走，它这时候鼻上的水分都很少，越往远处走的话，这个河流啊，就越怎么样呢？就越细。
之前我看到评论区有老师留言啊，说老师这个作品画的比画册上的还漂亮啊。老师画册的话是2016年出版的，到现在的话已经是7年的时间了。这7年的时间，曾老师也是每天都在画画啊，所以技法上啊各方面都在提升。所以现在大家看的话，就是老师今天画的这个作品，虽然是临摹画册里的作品，但是画的效果比画册里的更好。哎，你看我又把这个稍微改了一下，我们画册上呢，基本上是这个，哎，后面有一条江水哈，我们新版画册是16年出版的啊，你可能购买的画册可能是不是再版的？因为这个4本技法画册是学彩墨山水画必备的，大家每人基本上都购买了一套，所以出版社已经再版了很多次了啊。哎，你看，我把它稍微就改变了一下，大家看我改变了以后的效果。基本上这个就干染就染好了，我们还得抓紧时间把它吹干。
可以给大家再照一张相对。好，我们现在呢就不休息了哈，直接打湿。看看高度够不够。手有一点点脏，洗一下。大家烘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墨稿完成之后或者干染完成之后，都是要完全吹干，然后再打湿烘匀啊。如果你是墨稿没有完全吹干的话，或者手上有比较脏的话，啊，你到时候手上脏的话，画面上就会有很多黑印。对，如果说我的手指头是脏的，我要去压着它，你看，我要压着它去这个把它弄平了，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啊，手指头是脏的，这里就有几个手指印，所以一定是要怎么样呢？最下面的山石的话是湿染啊，干染的话不染，打湿了一起染。然后如果墨稿各方面不吹干的话啊，你一喷湿的话，这些墨它会颜色会跟着流的啊，一定要吹干，完全干透。你看，刚刚我就想哈，我把这个水啊不要太高，是不是啊？从这里过去就弯过去了，然后这后面啊就隐隐约约的呀，就像是后面的小山坡一样的，还有一些树，感觉朦朦胧胧的感觉。到时候配上我的云啊，一配上就可以了哈。啊，另外刚刚有人问那个画炊烟，会沾水没有？基本上就是颜色哈，就算沾水也是上面一点点这种过渡的哈。好，我们现在开始调色。我们首先这个因为今天这个就一点点，相当于一点点这个颜色去染它，所以说我这里看几乎就不要几乎不要水。水太多了，我还觉得多了点，而且整个下面这些树啊都比较的厚重，我们这里啊就要把它染的比较的怎么样呢？就不要染得太厚重了啊，稍微的虚缥缈一点。你看我们这里，首先太极蓝、胭脂、山绿、藤黄。是吧？可以适当加点白色，还可以加点6种颜色进去。6种颜色都进去以后，你看我这个就调成什么中和色？中和色这里面感觉好像又有一点偏这个暖色，又有点偏这个冷色，是吧？我故意把这个颜色调的比较灰一点，因为后面像有雾一样的。
你看刚刚基本上把这个水都弄干了，哎，它就是这样子调着调着，它就会来这么多水。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好，我们调好以后，你看一下上面，调好以后，摸一下上面这个，因为今天这个颜色调的比较快一点哈，所以说上面这个还有一点点湿，我看染得上去吗？可以染上去，可以染上去。我刚刚是故意把这里就没有点下去，为什么没有点下去呢？哎，你看我是故意这里像一个平流层一样的。是吧？然后这边呢也是这样子的，你看我有意识的把它调得很淡很淡很灰，就是我们目前染这个颜色哈，你不要去抢前面树的颜色。由于我这个虽然是大家看的比较淡哈，但是我调的颜色调的比较厚，就基本上是颜色不是水哈，调的比较厚，所以说这个颜色到时候它都会非常几乎就是按这个保留下来了。我们把这个炊烟，一定记住炊烟这里哈，不要把它画的就跟一个很大的烟囱出的一个烟一样的哈，就是说，哎，到了后面了，哎，基本上它就没这么清晰了，是吧？就是由这个亮的逐步就消失了，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你不要画着一下子就把它画的这个就直接跟云衔接，好像是很大的烟囱出来的，那个不行哈。大家烘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换水啊，一定要用干净的水。看老师画几笔，然后拿烘匀笔去洗一下笔，洗一下笔尖，就是保持笔尖的干净。你看后面就把它画的虚无缥缈的感觉。
好，把它画好以后，我这里再调点颜色，我们再加点太青蓝，加点胭脂、山绿、藤黄，藤黄多了点，我又再找一点回来。你看，我们把它调好以后，这个颜色明显比这个上面的颜色要怎么样呢？要深一点，是吧？好，然后我们调好以后，把笔使劲的揉，把这个颜色揉到笔根去，笔尖挤干，蘸水。干什么呢？就是瀑布下面这一点，其实已经就很简单了啊，稍微来稍微把它有点雾气这种感觉就可以了。把这个水下面的水，你看，包括这些水稍微染一下，主要是把它层次染出来。一会儿下面再染水的时候，我们再去染它。把这边缘啊这些，再强调一下这个院子。不要突然这么亮，哎，周围也是过渡一下，包括瓦呀这些也是稍微过渡一下，让它跟整个环境融为一体，是吧？把这个都染好以后，然后我们这里你看这个石头啊，已经是染了一层比较深的哈，到时候我们逐步上去的时候呢，我们再加点颜色。正好我们刚刚这个第三层颜色啊，刚刚第三层颜色我一直没丢，那就是因为这个颜色是有用的。你看我们这里加了这个，你看这个颜色就比刚刚红云的颜色要透很多了，是吧？啊，把它染了以后，这下面还有好多的水分，我们把它吸干一下，包括一会儿马上这里染水，这水都不要太多。你看，把这个稍微染一下，是吧？稍微把它过渡一下以后，这个相当于一个过渡色一样的哈，稍微过渡色就把这些亮点就留出来了，是吧？留出来了，我们就再调点颜色。
你看盘子里还剩了一点，我把多余的颜色开始都已经弄掉了，但是呢，还剩了一点，是因为什么？盘子里还需要这些颜色。这时候大家看，珠标色明显就多很多了，是吧？就调出赭石色，调出赭石色，然后我们这里其实赭石色它这个染的空间也并不是太多哈，我们把刚刚过渡色的地方，哎，再用这个赭石色染一下，是吧？这样子它就非常的这个容易看出，哎，它整个的感觉啊，这些就出来了。你要把它画了以后，我们再把有些地方最亮的地方一定要留亮哈，你不要全部把它照了，哎。该留亮的地方留一点，你比方说这里只留了一点点，哎，这里留的比较多，这样子它就有立体感。防止这些地方稍微照一下。好，基本上大的感觉就染好了，现在就差什么？就差水了。我们再调点水的颜色，又把这个颜色拿过来，啊。要把刚刚这个颜色拿过来，因为这里水的颜色就需要特别的厚，特别厚的颜色。我们首先在这个基础上加点太青蓝，上周我们画这个扇面呢，哎，这个时间就它这个面积很小，时间就很快就画完。画完了后，我一看，哎，还有点时间，给大家画块30。今天我们这个明显它这个就负面就比较大，是吧？就没有办法去提前完成。不但没有办法提前完成，好像还要再加时间才能够给大家完成。要把这里弄平了，你比方说，哎，这个水大家看，绿油油的，一层觉得不够厚，然后再来一层，要经过多次的烘染。这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颜色是将就把它染到后面去了，你就感觉到哦，透过这个树，我还看到的什么？看到的后面的水。一定要保证这个是平整的。好，再往上面走的话，就要开始逐步要淡。你看，我们只要边画，笔上的水分就越来越淡。你只要多染它，它这里就会厚重，然后逐步上去。完了以后，我们再调点颜色，
哎，你看我加了藤黄，加了山绿，加了白色，是不是颜色就比刚刚那个颜色就要亮一点？好，然后再往上过渡。不知不觉的超过22分钟了啊！大家3个多小时的学习累不累？有没有这会儿睡着的？累，我没睡着，就是累。没睡着的啊，觉得不累的，给老师来一个画的漂亮的吗？还是大家说太美了或者漂亮，给老师评论来一波，让老师知道大家还没睡着。好，你看哈，哇塞，还有一个英文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哈就逐步过渡的时候，由深逐步到亮，把这一块既有人的这一块，是把它这个放到最亮的地方，这样子才突出人，是吧？突出人。基本上把这里画好以后，然后有些地方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啊，你可以再通过这个颜色淡的颜色，再把它怎么样呢？再把它统一一下。统一一下，然后基本上我们看看哈，总算把它画完了。今天我低估了这张画，我还说元素少，肯定画得快。因为这里面毕竟来说哈，还是有非常多的，比方说这几个树是吧？这个房子，他们都说的，从1层楼已经住成2层楼了，我们争取住得更高哈。比方说我们就有4层楼，加上阁楼有5层楼。总是反正人往高处走是吧？我们画也要往高处走。我觉得呢，今天这张画哈，就通过我不停的去烘染它，大家看哈，该深的地方我是非常的深，是吧？但是该亮的地方啊，这些该虚无缥缈的地方啊，我是非常的这个淡。有了这些反差以后，它整个的画面上啊，它就比较的什么样呢？就比较的漂亮。有些学员啊，他就怎么样呢？他比如说前面画的很深，你到了后面啊，又把它点得很深，结果在染的时候也染得很深，一下子画面上就少了个层次感啊，画面就不舒服，是这样子的哈。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这节课画完了以后啊，我就要给大家，应该是下节课是6尺的了哈，是4尺的哈。4尺横幅。对，下次就要画4尺横幅了哈。我还是跟大家说了哈。我们这个班啊，虽然是这个基础班，但是在最后我们几节课哈，最后5节课给大家安排2张4尺就比较大的让我们在比方说结束之前啊，也能看到老师画的大幅的作品是什么感觉哈。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好，再见。